Hello， 大家好，我是 Vivian。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手工自制的火腿哦。一般我们在市售的商店或者超市哦，真的很难买到完全没有添加物，然后没有防腐剂的火腿。如果真的要吃到完全无添加物的火腿哦，真的可能只能仰赖自制了。其实手工自制火腿并不困难哦，主要经过几个阶段。第一个就是我们先要腌制它，接下来呢就要低温熟成它。最后再稍微的风干它之后，再熟化它，就可以完成手工自制的火腿了。如果喜欢特殊香气的朋友，可能会再增加熏制的过程，但是因为这个熏制会让 Vivian 家的警报器大响，所以我真的没有办法为大家示范熏制的这个阶段。那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特殊香气的朋友，其实可以在切薄片的火腿，再稍微的用平底锅稍微的干煎一下，其实透过梅纳反应也可以产生很好的香气哦。到底在家要怎么样简单制作出没有防腐剂的好吃火腿呢？我们一起来看看。首先我们准备的是干燥的百里香 1.5 大匙，盐 1.5 大匙，砂糖 0.5 大匙，粗粒的黑胡椒 1.5 大匙，迷迭香适量。如果要用新鲜的迷迭香，也可以取新鲜的迷迭香1支。在做这个手工火腿的部分哦，我们选择的肉类哦，一般来讲我们可以用猪的里脊肉。那我今天用的是猪的梅花肉，你就请猪肉摊贩哦，帮你取这样子，大概是1000公克左右的量，大概就是1公斤哦。因为最后我们需要把它绑紧哦，所以我们需要1块的这个猪肉。其实如果大家用猪里脊哦，就是感觉中间哦是比较瘦的，然后外面带一层肥油的，这样子的也可以哦。那我自己很喜欢用这个猪的梅花肉，因为我觉得肥瘦参半会很好吃。那如果大家真的想用这个3层肉也没有问题，这个部位是叫做台湾人哦，有这个台语叫做喵七亚吧，就是所谓的老鼠剑哦，因为它看起来很像这个，他们觉得像老鼠的大小，所以这个名字很乡土，就叫喵七亚吧。那这个老鼠剑其实就是猪的这个小腱子哦，比较瘦，但是其实还蛮嫩的哦。我之前有为大家介绍过，那用这个来当做这个火腿也没有问题哦。我们直接在这个我们的肉上面哦，插上密密麻麻的这个洞，因为我们要让这个调味料哦，可以很均匀的被腌到这个肉里面。多了，我们已经把这个肉的表层哦，大家都打满密密麻麻的这个孔洞了。调味料全部倒在一个大的碗里哦，先让它均匀的混合在一起。所有调味料都混合匀了，就要让它均匀的整个涂抹在整体的这个外表哦。好，记得是每一面哦都要涂抹到哦。用一手拿哦，一手涂抹，这样子比较不会弄得很脏哦。担心过咸的朋友，建议你如果沾果不上去的，可以不要再加上去。那如果是你不介意你喜欢忠于原味的，就把整个分量全部都放在火腿的上方。我们再用一点点的这个迷迭香，干燥的迷迭香，稍微的在外表再撒上一些的。如果呢你有新鲜的迷迭香，就直接把这个新鲜的1支迷迭香摘下叶子，直接铺在它的外表也可以哦。像迷迭香这类的香草，其实好处还有就是防腐的作用，所以我们运用它这个天然有点防腐的功能哦。好，完成了之后呢，我们现在要把它包起来哦。大家保鲜膜还是要选择比较安全一点的哦。现在有一些材质是比较安全一点的保鲜膜哦。包
包裹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要把它送进冷藏室，让它在冷藏室低温熟成，大约5天的时间。我们再来看。这个是我们已经放到冰箱冷藏室5天以后的火腿了哦，放置了5天冰箱冷藏，让这个肉熟成了之后呢，因为这个味道都已经进去了，打开这个保鲜膜会发现有一点水，都是正常的。我们这时候就要把所有外面沾裹的这个盐分还有香料哦，都把它洗掉，不然火腿会太咸了。保鲜膜刚取下来的状况哦，有点湿湿的哦，但是闻这个肉味是完全没有臭味的哦，只有这个淡淡的香草的香气哦，这样才正确。如果你这时候拿出来发现很臭哦，就是表示你当初抹盐一定有抹不匀的地方，这个或者是肉的品质有些问题哦。那我们现在就要清洗它了。来讲，因为香草跟黑胡椒的味道已经进去了，所以没有关系哦，我们就把它洗掉，没有关系。我已经稍微的表层哦，已经冲掉了。然后呢，我现在就要让它直接泡在清水当中哦，我要泡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让它的这个咸味再淡化掉。整个水去除以后，我们擦干。擦干以后，我们需要用这个吸水纸哦，把它吸收水分。但是可能在台湾哦，不是很好买到这个吸水纸，大家甚至也可以用棉布啦之类。但是我觉得更简单，就是用这个厨房纸巾哦，家庭都有，很简单，不需要刻意去买。那我们首先先把肉哦，再把它水分给吸掉。越干燥的肉哦，越不容易坏。我们现在其实已经经过冰箱熟成了哦。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需要风干。那如果家里有风干机的朋友哦，当然很好，你就直接风干机来使用。但是，一般家庭如果没有购买到风干机的朋友，没有关系哦，大家就是用冰箱当做风干机。冰箱冷藏室其实是一个最好的脱水的环境哦，所以我们运用它的功能哦，我们让它简单的把肉给这个风干。水分一旦多，很容易让肉类哦会腐坏哦。虽然我们之前已经抹了很多盐了，但还是要小心。我们要放置在冰箱哦，我们用厨房纸巾哦当做吸水纸。我们要把肉块重复的把水分吸掉，然后在冰箱的冷藏室里面做风干的动作。好，我们先把它擦到几乎餐巾纸上面都没有水分了哦。我们再来包，已经几乎都没有水分了。上面留一些香草啦、黑胡椒都没有关系。买得到吸水纸的更好哦。买不到的，我们就用厨房纸巾，没有问题。包了3层了，我们就用这个很轻易可以得到的这个厨房纸巾哦。那如果大家在国外可以买得到这个吸水纸的话，那就直接买吸水纸来吸这个肉多余的水。我们现在就要把这整个包裹了餐巾纸或是吸水纸的这个火腿肉，我们要整个放到冰箱，再继续冷藏2天的时间。我们要让这个火腿的外表整个被风干。2天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可以找一下这样的盘子来垫一下哦，以免它如果稍微有点湿哦，会弄得冰箱脏脏的，已经微微的有点潮湿了。记得要换这个厨房纸巾，我们换成再干燥的，把多余的水分给吸掉哦。好，那我们送进冰箱喽。这个是呢，放到冰箱风干2天的火腿哦，我们已经完成了。中途的时候哦，我有换过1次的这个纸哦，把所有的这个火腿都拆开来。有些地方哦，这个会这样子粘住纸，没有关系哦，稍微的把它拨开就好。最后你可以再一次的把这个肉的表皮哦再擦一擦。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稍微固定一下，大家可以用棉线哦。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个我发现觉得蛮好用的哦，这个是细胶做的材质的这个绑线哦，叫 back tie， 我是在他家买的哦。
大家可以找一下，因为为什么呢？它的这个耐热温度是可以到摄氏220度左右的，他认为是可以放进烤箱都没有问题，所以非常安全哦，无毒无气味，觉得这很方便，就不用绑棉线了哦。现在我们稍微要准备煮它了，我们就需要固定好这个肉哦，免得这个肉会变形哦，不漂亮。我们让它圆圆的。把它放进去密封袋当中哦。那我们可能需要装个双层，那原因是因为我们怕这个汁哦被煮掉了，我们还是要让它保留在这个里面。大家找的这个袋子哦，记得也是要温度够的哦。像这个是 P1 的密实袋，它至少这个耐热的温度是到达摄氏110度。因为我实在没有看到有细胶做的塑胶袋，如果它有细胶做的，我想我会买细胶做的，比较大块的，我那个束线没有办法束好。如果有棉线，这时候用棉线来捆绑哦，会比较好。今天手边刚好也没有棉线，真的也没有棉线的朋友没关系，我们就拿这个像豆浆布的这个布哦。就稍微让它固定一下，不要让它形状跑掉。我这个线呢是那个纸做的线。封好第一层了哦，接下来我们再封一层。再封一层时，你可以把这个口哦往下放。水如果不小心进去的时候，不会再进到肉的那一层就可以了。OK 了，密封好了，准备哦，把它放进水里来煮喽。炉子上我这边已经准备了一锅水，这个水哦，我们必须保持摄氏70度到80度中间是最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目前呢我一直放着这个温度计，你看它维持在72度的左右哦，这样的状态就很好。我现在就是要让它固定一个温度，所以我建议大家这时候真的还是要有一个温度计，因为我们需要了解这个温度是不是持续保持在70到80度中间哦。其实厨房常常会用到这个温度计，真的可以投资一支哦，价格哦都蛮合理的。烘焙专用的这个温度计哦，好，真的很好用。现在市售有一些远红外线的，我觉得它的误差值比较大，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这种可以直接接触到食材或是我们要测量的物质当中，就把我们这个密封好的肉哦，整袋的就直接放进去了。进这个上面，我们可以加上盖子哦，找一个铸铁锅的盖子哦，或是任何的重物哦，把它稍微压到可以保持在水底下就可以。就来计时这个3个小时哦。等到3个小时到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到底这锅火腿煮的怎么样了。放进去锅子当中之后呢，这个温度可能会稍微下降，这时候你的火力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让它温度升哦高一点点，接近80也都还 OK， 摄氏70度到80度这个 range 哦是 OK 的。继续让它煮了，把这个3个小时的行程给整个跑完。好，那我们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哦，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温度呢我还是持续的在76度8这边哦，这个过程我都没有再动它哦，我就一直保持这样的小火，我们就可以把火给关了。担心的朋友，你可以把这个肉拿出来哦，这个肉叉类的哦，你叉叉看，如果里面的汁液流出来呢是透明的颜色哦，不是粉红色带血水的，那就表示这个肉已经熟了。捞起来哦，它现在还是烫的哦。那记得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像这一袋有一点点没有按紧，有一点进水，没有关系哦。室温当中我们让它整个放凉，记得一定要整个放凉哦。等到完全凉了以后，再放进冰箱，再放置1天，让它的整个味道更为深沉，之后就可以拿出来切薄片，然后就可以来食用咯。好，那这个是再一次经过冷藏1天后的火腿哦，已经完成咯。放
到冰箱冷藏，有一点点表面的湿哦，你可以用这个湿纸巾哦再次擦一下。成功的火腿哦，我们大概冷藏哦10天以内食用都可以哦，保持尽量的干燥。那可以用一个密封保鲜盒。如果呢喜欢有一点这个焦香气的朋友，甚至你可以把这个火腿呢切成薄片哦，再稍微的干煎一下会更香。也可以把它切成这个小肉块啊等等，炒饭啊等等都非常的好吃哦。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无防腐剂的秘制手工火腿。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如果喜欢这方面的影音分享，欢迎订阅我的频道。